Hello，大家好。近来就看到很多人去分享怎么样投资股市，尤其是有些股呢，DY 呢已经是超过9%，这样就有很多朋友问，这个可以买吗？所以我就打算呢做几个视频，专门来讲这个股市投资，这个是第一个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讲高股息率 DY 的迷思。DY 超过9%可以买吗？我会用一个例子来讲解这个个案，然后呢，跟大家分享如何去真正算到一个真正的股息率。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看到最后，当然也要记得帮我订阅这个频道，这样呢以后呢你看到我有新的视频关于股息投资呢，你也会第一个时间看到。首先这个当然是一个教学买卖致富，如果你要申请信用卡的话呢，你可以用我的 link 去申请这个信用卡，有这个大选购 Guarantee Gift。我会用这个 Accent 来做一个 example， 它在星期五的时候收盘价是3块3毛1，如果是根据这个 KLSE Screener 呢算出来呢，它的 DY 大概就是9.06%，非常的高，比这个 EBF 更高，比 HFD 更高很多倍。而这边呢也是有显示出它过去52周的最高价跟最低价，现在股价呢是非常接近它的52周新低了，也就是说现在股价很便宜了，DY 又这么高，是不是很值得去投资呢？然后呢，右边这一个呢是 iTrade Investor 的数据，这边也是一样，跟你讲这个 DY 大概是9.06%，而这边有个 Payout Ratio， 就是说他把赚到的钱多少%呢是拿来分给股东的，也就是拿来派息，是超过85%，是非常的高。所以根据这个数字来看的话呢，它现在好像是很值得去投资，因为它有很高的股息，价钱又很便宜，这个 payout ratio 呢又很高，非常的不错，但是我想提醒的是，这些呢都是历史数据算出来的，过去的数据不代表未来呢也会一样好，这个就是第一个迷思。我们来看一下更详细的。这个呢也是他过去10年，我是从 iTrade Investor 那边拿出来的。你可以看到，他一向以来的这个 dividend payout ratio 呢都是很高的，我可以说呢是大概是超过80%。而他过去几年呢，差不多整10年呢，他的这个 dividend per share 每股派息都是超过0.25的，也是非常的高，非常的赚钱，也很舍得给股东。但是要是再次的提醒，这个也是历史的数据。我再看一下，如果是看它的历史的DY，就是它过去历史的这个派息率，它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高。你可以看到的，大概呢都是在少过5%，看到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时候它的股价是很高的，看股价高的话呢，虽然它给你超过0.25的这个 dividend， 算出来它还是大概是4到5%左右。但是为什么现在是9%呢？主要原因其实是它股价已经腰砍了一半，所以呢，你算出来的话呢，你就觉得它是很便宜，股价很便宜，DY 很高，这个其实是一个假象来的。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，
它过去它的这个业绩是蛮好的，看到吗？蛮好的，所以呢，它有能力派你这么多的这个股息。但是最接近这2个 quarter 呢，季度呢，你可以看到它是大跌，剩下大概是2到3分罢了。过去呢有超过22分，有超过5分、6分，也是被砍了一大半。如果你把它的业绩对比它去年同期呢，是跌了差不多整66%，三分之二，就是它赚钱的能力呢，比起过去呢，已经减少了2/3，业绩下跌很厉害。这个也为什么它的这个股价下跌很厉害。这样我们就说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估算了呀，它的业绩已经是下跌了这个超过60%呀，而且是连续2个季度。我有看它的这个quarter report，CEO 呢也认为呢，未来的1-2年也不会好到哪里去，就是说它已经不会短期里面它是不会回到它过去的高峰，可能才会继续的业绩还是会继续的往下掉。如果我们这样拿来算的话呢，把它过去这2个 quarter report 再乘2，就会拿到未来4个 quarter 的这个EPS， 再根据它80%的这个派息率，一个税呢，大概可以拿到9.57个 cent 罢了，并不是刚才我们讲的多过25 cent， 已经没有了，因为它的这个盈利大跌，它没有能力再继续的派你这个高25 cent 的这个股息了，没有了。根据80%派息率是9.57，如果这样子来算的话呢，今天的股价是3.3亿，把它除一下，你就拿到，原来它真正的低位呢，其实是2.9罢了，并不是9.06%，9.06%是过去历史算出来的，你自己算出来的未来的呢，大概是3%左右，3%是不是的？其实是比它过去历史的 PE 4到5%是更低的。但是如果你说，我坚持我一定要拿到6% 以上的这个股息，因为6% 就是我们 EPS 最少6% 嘛，你说我要把股息拿到更好。如果你要拿到6% 的这个股息的话，你的股价你算出来算得下，原来还要跌到快6000的时候，我才可以有这个6% 的股息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现在买3.3块，跌到快6000，也是要砍一半啊，你才会拿到6% 的股息所以这个 case 呢，只是给你一个概念一个想法。过去这个 DY 呢，在这些 app 里面显示出来的，只是一些根据过去历史的一些数据算出来，未来的业绩、未来的盈利，它有没有能力继续派这些股息？最后还是要看它这个 EPS， 但是 EPS 我这个哈森过去2个 quarter 呢已经是大跌了所以我们大概是可以估算一下，只要它的业绩没有好转，它的股息呢也会好到哪里去。这个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case study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。我呢会继续的用这个股息呢讲解一些更加比较复杂的一些 case， 还有怎么去算出来一些什么 discounted dividend 这样的东西。希望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意见呢，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留言。当然，如果你要赞助的话呢，可以用我这个 link 去升级这些信用卡。记得要帮我去 like、comment 跟 share 跟这个订阅我的频道。谢谢大家。